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赵少康战警示专门向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高嘉瑜委员、黄伟环先生、林佩祥委员、陈凤馨小姐。2026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什么时候见面呢？说4月的第一周，川普要去访问中国大陆，今年要见4次不只是这一次要见4次。他先川普去嘛，然后习近平要回，那在年底然后中间还有 APEC 啊，这个会啊那个会啊 G20 啊等等那川普跟习近平要谈什么呢？听说贸易、关税一定是重点了那台湾会不会提到？应该会提到了那另外呢，习近平年底要回访那另外呢，这个贝森特就美国财政部长说，官员上礼拜已经访问大陆了然后呢会在跟他们的这个副总理何立峰见面铺路了主要去谈什么？先铺路，不是2个谈的时候已经是结论了。事先都要先铺陈那么另外呢，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声明说，黎智英判太重，他的家人在过去5年因为整个审判5年2年的审判，5年的关了，已经关了5年然后审判拉长2年，家人承受很多痛苦，应该要给他假释另外，香港没有那个什么保外就医，没这个东西。我今天早上去查了，就是因为它是以前英国殖民地，所以他们对监狱对看守是非常严格的，非常不合人性的。反正无所谓，我是殖民地要管你的那没有保外就医这个事情所以他们看到陈水扁一定很羡慕，陈水扁怎么可以这样子那而且精神越来越好美国的华盛顿华尔街日报说，黎智英像被判死刑一样。那川普到中国的时候应该施压应该去谈这个问题了华盛顿邮报说像判死刑一样然后呢，他的命运就跟今天的香港一样那其实他的命运是今天香港，也是明天的台湾因为我觉得到台湾也在看你香港到底会变成怎样，一国两制的结果是怎样我本来一直认为说，不管怎么样，北京对香港会比较宽容一点，为什么给台湾看嘛？那显然。北京也不管这一套了管你什么台湾不台湾，香港不香港，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好，那么梅尔茨德国总理要去访问这个大陆说呢会谈人权议题，会不会谈黎智英？他没讲，但是说这个问题已经在台面上了。换句话说，不需要告诉你谈不谈，应该要谈才对那黎智英的儿女这个担心他死在狱中变成烈士所以说英美如果救人要快一点，再拖也不行了，因为他有糖尿病反正各种。高血压等等，那大陆使馆说，你们少跟我们讲这个，不要对香港指手画脚，干涉我们的内政什么英国这个国那个国都不要讲而且大陆昨天立刻发了白皮书，说呢香港维护国安是坚持1国2制的实践我们认为这个不是1国2制，但是呢北京说这就是1国2制，我们看一下。川普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上个星期来通话2个小时时间，就贸易、军事、乌俄战争、伊朗局势来交换意见，当然也谈到了台湾。那么川普呢，在接受了 NBC 专访时透露，习近平对于美国经济表现感到吃惊，还说他将会在4月份访问中国，而习近平呢，则在年底前回访白宫，加上了深圳的 APEC 以及迈阿密的 G20， 那么今年川普和习近平可能会有4次的会谈机会。那么习近平和川普通话的时候，也要求美方要审慎来处理对台军售。金融时报周末报道，川普政府呢准备要批准高达2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但是因为北京明确的告知美方这项军售案可能会影响到4月川普访问中国计划，所以让川普政府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梁老师。先讲黎智英我觉得不是像卢比欧讲的说，关得太痛苦了。我痛苦几年都一样痛苦，每天都痛苦。但是我是觉得判得太重了20年应该他所犯的罪，在我们自由世界讲是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老共是把这个事关国安、事关要叛国的这种罪他是看得很严肃。所以我觉得美国、英国、台湾，包括你。越是想救他被减刑或者被放出来的可能性越少，因为老共在这方面很爱面子。你们讲了就有效就减刑就出来，他觉得这个伤了面子，而且国安知识体大，如果可以重放他，那后来如果大家起而效法怎么办呢？那再讲到这个4月的川习会，
我特地请我的 ChatGPT 啊，画了一张贺年卡。这是因为美中我讲我的金句啊，就是美中无事，台海无事。好，那今年是马年啊，现在一些没有水准的什么，马上成功，马上发财，马上有钱，我觉得太没有水准了啊。所以你看我讲这种过年话就是要没水准，不是谁那么曲高和寡啊？哪去了？真的有贴吗？现在都住在高楼大厦里头，你贴电梯一过也没人看啊，所以大家就欢喜贴欢喜啊，只有一张啊，短短4个字，马上就有钱，谁贴啊？所以但是你不能同流合污，让这个就是越来越没有水准。所以我是写了达达的马蹄呀，给你带来安适的心。我本来想要写给你带来奈美惠的心，但是我怕大家不晓得谁是奈美惠，安适奈美惠，你知道啊？那你看你我看谁会贴达达的马蹄，你看谁会贴？你看远远的2只老虎，这在美中2个老虎啊，虽然有一点矛盾，有一点像这次这个高市苏纳内，他虽然选得太好，等于是给代表老共的这只老虎打了一个巴掌，我觉得是有狠狠的打了一个巴掌。但是你看老共的发言人很硬收回。而且是说这不是我的错，我们的立场、我们的做法一向一致的。收回台湾有事。是你有问题，是你有问题。所以你选赢了、选输了、选大赢，我们都不在乎。他一点点都没有反省的心啊。但是我觉得老共其实很笨啊。我觉得好奇怪，王毅应该对习近平有影响吧？王毅做驻日大使那么多年了，他难道不晓得日本的国情、日本的民心吗？我认为他对日本太狠了。一样的，你看老美卖武器给台湾，这算不算践踏老共的领土跟主权？是啊，这个高市只讲了台湾有事，你觉得这2国的做法哪一个比较没有把老共看在眼里？当然是美国。但是你看习近平对美国只是说卖军器、卖武器给台湾要谨慎再谨慎，这样而已。你看一句台湾有事，没完没了啊，没完没了。什么军国主义的复辟呀，什么和平宪法的撤销啊，一大堆就把日本看成洪水猛兽。你那么怕日本啊？你真的那么怕日本？我觉得没事。它有历史的情节。你想，我是主张让日本真的都已经打5、60年的2次大战都过了。你怎么德国都正常化了？你怎么一直要用和平宪法被它拘束呢？我觉得这些把它正常化没关系，日本做不了什么大坏事。而且你觉得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复辟吗？我觉得老共也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小事。这2只老虎，你看不但还是表面上维持和气的，川普还会说他是我的好朋友啊。你看他们2个还比了一个大爱心呢。所以那我们台湾呢？我们台湾身为这只狐狸，就在马年要骑着这一匹骏马，直往前程奔跑然后呢，达达的马蹄带给各位一个安适的心。新年快乐！老沈，人家原诗达达马蹄后面是什么？我不是美丽的错误，所以呢，不，他是我不是归人，我是过客，是归人还是过客？美丽的错误。那这个我不要，我还问大家是归人还是过客 ？Too late。好了，基本上但老共看美国跟看日本当然是不同。日本有那种历史仇恨嘛，杀了多少人，南京大屠杀杀了多少人，日本到现在也没有真的道歉。德国人至少还真的诚心诚意的道歉。主持人，你接受这个恶意没有？好，这个好意没有？还好了，可以吗？有什么批评没有了？没有批评接受好了，就祝福都好嘛。而且日本到现在他们还要去拜靖国神社等等，就是战犯呐，对不对？中国人怎么受得了呢？这是2回事了。可是就说中国去讲日本，说到当时要高市收回那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什么自卫可以自卫等等。我说高市不会收回的。今天你在座任何人是高市也不会收回的，收回你就下台了嘛，收回就不要干了嘛。是民主政治是这样，老共大陆不太了解民主政治，他没有选举嘛，他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民主的运作了。民主从另外角度看，
哦，他就是这样子嘛。选举从某个角度，他就是耍猴戏啊。那是怎样呢？他就是候选人就要耍猴戏啊，不耍猴戏选民不投你啊。而且现在越极端，选民越支持啊。而且这个你的好朋友丁廷宇曾经讲，他说耍猴戏还是要第一次出场要前滚翻，第二次出场要后滚翻，第三次出场侧滚翻，招式还不能用老，不能每次都一样。民主选举就是这样，老共不会懂嘛，他怎么去知道这习近平要选举吗？他在地上，我告诉你，他根本不需要。所以我的意思说，我跟你讲，他不知道民主社会的运作，他就是这样嘛。老共如果厉害，他只要宣布中日之间关税归零，除了特殊项目以外，我跟你讲，川普就吓死了。因为他们两国之间的顺逆差只有74亿，好，所以你每天都是要给国民党上课，你就给共产党上课好了。爸爸，你跟他上课，看他听不听。因为我觉得老沈很喜欢帮别人上课，可是不见得懂别人的历史跟懂别人的心情啊。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我先讲一下黎智英的这个情况啊。我知道这个黎智英是赵先的好朋友，但我跟赵先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一直认为黎智英对英国是危害大于他对于这个香港，他对于香港的危害是大于对香港的贡献。所以我不认为他对香港其实是正面的，因为2019年其实是重重的挫伤了香港，而香港从此也不可能再走一国两制的这一条路。好，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我们开始抬起头来看看国际环境是一个如何。刚刚我们提到了，不管是卢比欧的声援，或者是德国总理 Merz 他说，他到了中国大陆，他会去谈这件事情，但会不会谈黎智英，他就未置可否。我觉得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英国首相呢，施凯尔他才刚刚访问中国大陆，然后呢才刚刚离开中国大陆。那他在去之前呢，其实呢英国内部就有人开始喊说，你一定要去好好跟这个习近平谈，说要放了黎智英。彭定康这样要求他，他说他会谈。后来他公开谈了没有？他公开没有谈。他说他私底下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提了黎智英，然后接着记者就问他说：“那这个习近平如何回应的呢？”他就回答说：“这是一个相互尊重的谈话。”就这样带过咯。这是一个相互尊重的谈话，然后紧接着他就开始大谈中英之间的合作。你要知道，英国首相府后来他公布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现在要开始针对中国大陆跟英国之间要签服贸协议这件事情做可行性研究。那服务贸易是有哪一些？其实除了法律啦、会计啦等，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金融。那请问一下，金融是谁要跟英国的伦敦去对口做这种金融服务贸易合作的未来可能性呢？就是香港。所以对于英国来说，当然你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在这个新闻热头上，你会听到很多人口头支援。但是我认为，我们再隔1个礼拜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些声音通通不见了。川普会继续的访问中国大陆，然后德国总理 Merz 也会继续的访问中国大陆。4月份还有西班牙的总理也要访问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世界的情势其实变化的速度非常的快。当初黎智英在2019年的时候，他是非常风光的进入了白宫，然后呢跟白宫当时的主人川普见面，川普还盛赞他。但是时至今日，我觉得对于川普来说，就像他当年，就像他现在并不想要再去理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一样的，国际现实恰恰就是如此。不，基本上了哈，就是说国际是很冷漠的啦，其实也就这样哈。但是为什么我要支持黎智英？我从来没对外面讲，我这边讲，既然凤馨提这个议题，我告诉你，陈水扁当年提那个什么入联公投，记得吗？什么飞弹公投，记得吗？那个时候我不是跟陈文茜起来反公投吗？叫大家拒顶公投票吗？记得吗？包括林青霞回台湾都带了一个徽章，拒领公投票。你知道那钱谁出的吗？黎智英出的。我知道，我告诉你，是黎智英说他也反对陈水扁搞这个公投，所以黎智英并没有什么要这个毒那个毒，没有的。好，香港在反送中雨伞运动闹得一塌糊涂，我就问黎智英，我说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上街头这样闹？他说年轻人跟我们讲啊，你们这些老的搞了30年一事无成，你们下来换我们。的确，我后来想97到后来就差不多30年了，黎智英这些老的搞了半天是一事无成啊，成了什么东西？年轻人说你们下来换我们了。黎智英说：“我也没话讲啊，我们是搞了半天是一事无成啊。”那我就问说，这些年轻人有没有投？
你搞群众要有头啊，没有头，每个都谁也不服谁，都是头。我说这样不行哦。我说你们有没有管道跟这个共产党或是港府来沟通？有没有管道？他说没有。我说这些人年轻人没有管道会出事哦。我说台湾早年党外，我们看台湾的党外，至少还有吴峰山啊，什么沈君山啊，还有这些在那边做沟通嘛，总是要大家沟通嘛。他没有人沟通。我说那你跟他们讲要沟通，他们不会听我的。那我说这个有没有说总是要协调一下嘛？我比如说我要全面改选，那港府说我不能全面改选，他们60%、70%，大家互让一步嘛，总是这样子，民主要互让啊。他说没有谈啊，所以也没有什么让啊，根本没有人去谈啊，大家都是投啊，也没有人听我的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做什么投啊？他可能有出，我不知道，也许有拿钱出来，没有人听他的啦，听他什么？哦，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香港这样做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负面的示范。我本来一直以为说，再怎么样，北京对香港会比较宽大一点。为什么？给台湾看嘛，你的一国两制，你的拿去以后是怎样？你这样子的话，台湾会相信吗？台湾的媒体会相信吗？好吧，你就算黎智英说他是要负责任，他什么总编辑啊、执行都是判10年呢。那些人，我想说，那些人就是做他工作啊，对不对？那对一个这个很讲究媒体自由、言论自由的台湾来讲，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吗？但是我相信，像老沈，北京也不在乎，他真的不在乎。他根本不管你这一套，什么高市拿多少票，他也不会在乎，不会在乎，他也不会在乎你国民党选赢选输，他不会在乎的，就是他就是不会在乎的。所以呢，讲也没用，因为他不在乎，他要怎么干他就怎么干了。休息再回来。好，日本高市啊，这个横扫众议院316席，不过参议院他不过半，他要修宪参议院、众议院都要过2/3，所以众议院他单独过半啊，甚至达到修宪的门槛。但是呢，参议院那边还不行哈。他说要持续推动修宪哦，那就是说日本第一个是麦克阿瑟了，麦克阿瑟那个时候给日本搞了个和平宪法，麦克阿瑟那时候日本把他当成神一样啊，崇拜啊。哦哇，尤其他那么高大，帅又英俊，你看麦克阿瑟戴起一个太阳眼镜来，多帅那个样子。其实他并不高哎，但是比日本天皇嘛，没讲，跟日本天皇一比，他就高很多嘛。那他是为什么后来被调回美国？因为他打韩战的时候认为美军应该长驱直入大陆，把共产党赶走，所以跟美国总统的这个想法不同哦，杜鲁门嘛。所以呢，后来他就被调回去了。日本夹道欢迎百姓啊，崇拜他啊，但是他当时就是一个和平宪法嘛。哦，第二个就是日本不能有国军，只能有自卫队。第三个就是不能，因为日本如果真的要发展核弹的话，很快就出来了。它有什么问题？它技术绝对没问题的，所以不行，连引进都不行。哦，那现在他想推动修宪，就想要至少引进第一步啦，先把那个核子武器、核子潜艇先引进来。那刚好跟川普又不谋而合，对不对？以前美国是怕日本去发展，现在美国是自己不想去给钱了。美国在日本有5万美军，你知道一个月花多少钱？所以最好你日本自己负担，你自己有钱不是没有钱，你自己负担你的经费吧？干嘛我要保护你？所以呢，那日本现在又觉得说啊，我这个日本经济这么强，为什么军事上不能够自主自立？所以有可能会一拍即合哈。那《纽约时报》就说高市之赢是靠它的经济减税哦，然后呢，这个食品啊什么消费税统统取消哦，然后呢发展经济哦，然后呢。另外就是对中国的强硬立场，所以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好，那另外呢，这我讲都不想讲了。每次民进党选举能够赢，就是因为北京帮忙，每次都是这样子。有的是有意的，有的是无意的。所以无意的，比如说去年他什么时候不好发，去发火箭，对吧？那民进党就说这是发飞弹。我告诉你，那个完了以后，立刻国民党做调查，朱立伦跟我讲6个百分点掉。侯友宜跟我掉6个百分点，一说飞弹就掉6个百分点。哦，那平常也发火箭，为什么军方不发这个？就知道有用嘛，讲了飞弹就有用嘛。哦，那我想这是他无意的，还不是故意的。那有的时候呢，你就骂包围啊等等，哦，过中线啊，就有意帮助民进党。所以民进党哦，实际上这么烂，在任何民主国家早就该下台了，为什么还能够继续干呢？哦，一方面当然在也不团结，又分个侯友宜、柯文哲；一方面呢，他就有40%的选票在那边很稳固的。
好吧？现在高市像获得一个空白支票，它是强势的嘛哈。那到底会做什么？第一个就是宪法会修改，国防会强化，军费要增加，他有讲，经济他说要重视经济。第三个呢，深化同盟，当然跟美国的同盟了啊。那另外呢，解放军大陆报纸说了，就小心日本右翼突破宪法，加速重新武装，是日本是会这样子的啊。那虽然你们认为他不可能在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啊、必胜啊，很难讲了。一个国家强盛、军事强盛后，干什么都很难说啊。那另外呢，这个高市要推进美日同盟，所以但是他对日中关系也是要稳定推展。事实上，我觉得选举是一回事了，一旦选赢了以后，对日本来讲，中国蛮重要的，不管是外交，不管经济，其实都很重要应该是维持一个交往，而不是对立了那另外呢，我觉得中国叫高市再撤回涉台言论，他会要日本，他不会撤回的啦，他也不可能撤回了另外呢，说这个 Bloomberg 说北京很尴尬，习近平面临两难，到底是跟日本人这个2战以来得票最多的日本首相要交涉呢，要交往呢，还是继续冷冻习近平是要考虑了，这两个都有，所以说是两难嘛。我们看一下。勝利の要因に浸っている余裕は私たちにはございません。日本自民党取得空前胜利之后，日向高市早苗不改工作狂性格，准备好为国事冲刺。高市勤奋形象很打动日本选民，外交难题也考验着他，特别是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中国との間では戦略的互恵関係を包括的に推進する、建設的かつ安定的な関係を構築していくという方針は私の総理就任以来一貫しております。高市早苗释出善意，那么大陆民众又是如何看待这次日本大选的结果呢？还是希望，尽量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尽量少一些冲突。民间期盼少一点摩擦，北京政府则维持一贯态度。日本极右翼势力若误判形势，恣意妄为，必将遭到日本人民的抵制和国际社会迎头痛击。至于选前选后，川普发文公开赞赏高市，高市则回应日美联盟潜力无限。但日经新闻最近却报道，因为日本延迟履行一项规模达55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与贷款协议，传出川普感到很愤怒。因此，接下来高市3月赴白宫是重头戏。日本也希望在川普4月访问中国之前，向美国阐述中日关系恶化之下日本的立场。最后，或许有望在11月深圳 APEC 登场之前，能营造领袖对话的氛围。我认为说还是一句话，听其言，观其行。我们先不要去预设立场。那老实说，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高市这次能够大赢，主要是有4个原因，而刚好大陆的特殊的支持是第4个。第一个，高市本身个人的形象，而且尤其她身为女性的形象，在中间选民，尤其是女性选民里面，这个鲜明的形象是在这个世代的选举里面很容易获得青睐的最主要原因。这个世代需要的是人气王，而刚好高市的这目前的强硬的态度，让他获得人气王的位置。第二个就是有关说，这现在全世界的局势，台海其实不只有台湾跟美国、台湾跟中国，而是全世界的这个国际局势都极为不稳定。在这个极为不稳定的时候呢，保守跟安全变成是说现在日本国民希望说未来国家可以稳定很重要的一块，所以他们选择了高市早苗。第3个就跟2024为什么最后赖清德执政一样。他们的在野党，也就是所谓的我记得叫中道融合联盟，他们的在野党其实也是分裂的。在这个在野党分裂，而人民期待一个稳定的状况，再加上说高市本身的个人特质跟她女性的特质，所以这是高市能够高票当选，甚至能够成为一个日本近代史上这个国会过半最高的这个总理，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高市是不是真的要推动修宪，是不是真的要推动所谓的这个正常国家化，我认为还是在于今年4月这个破冰的谈判。因为如果说今年川普跟习近平他们会见到4次面，那这4次面最后面的结果会决定未来3到5年之间世界的局势。尤其是这第一次的谈判，如果我们以谈判学来讲，叫做破冰谈判，也就是定调
未来整个所有谈判的这个基础。而在这个谈判之前，我们也都知道，所有的筹码都是被准备出来的。也就是说，所有现在美中之间所有的幕僚团、所有的部长都在想尽办法说，怎么样可以去说多少在这谈判桌上多获点筹码。而谈判只有2个结果，谈判只有2个目的，一个是解决问题，一个是占人便宜。那我们不知道美中之间到底是有诚心来解决目前世界上的僵局，还是想尽办法在这个中间来去占互相便宜。但是我刚刚侧面了解了一下有关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也就是所谓的华盛顿邮报。华盛顿邮报跟川普的关系，对，华尔街对，基本上他们的关系是相对来讲是不好的。也就是说，当这个《华尔街日报》去跟川普提出来有关黎智英的事情的时候，某个程度上就是在引导川普说，希望川普去提这个事情，而川普会不会那么爽快答应或那个《华尔街日报》他们的需求，还是说川普真的讲了之后，反而会引起说中国方面他们之间的这个冲突？这就是我们在今年4月第1个礼拜，甚至他们现在所有的幕僚正在考虑的地方。不，他这个也是一个两难了哈，就是说英国啦，尤其英国以前是他的殖民地嘛，香港，美国就不讲话也会被人家骂，他国内也会骂他，所以你就完全没有道德嘛。但是你讲话，然后跟我讲说你这个，你看坐实了。外国势力干预嘛，所以讲与不讲哦，其实都很困难了。休息一下再回来。我们谈，我刚刚讲错了。